我们高中我跟齐恩是同学，就是我们是同班的，然后博仪是别的科系的，就是因为带棍球，所以我们就认识。那个系只有我一个人打那个带棍球，所以我很像被排挤的感觉，根本就不认识他们。然后他们又很多都篮球队的，所以那时候就很像一个小白菜出现在一个球队里面。对，都是喜欢运动，然后又觉得哇，这个运动太酷了，带棍球是可以合法去撞人啊、打人啊，引起我们的兴趣，去尝试看看。对，第一批最多应该有快50哦， 50个，快50人，多到那个球杆都不够用。对，练习的时候因为要做伙伴传接，没办法每个人都有一支球杆，所以有些人就拿棒球的手套，然后2个做完再交换，这样轮流用球杆。我最有印象的时候就是他来的时候教球，可能就是因为就一如既往很凶，就觉得我们很烂，然后练习做不好被罚挖掉，这是我人生中最不好的打球印象，就是这个。第一次接触到一个比较很正式的教练啊，教你整个带棍球的系统，逐渐了解到，我们现在是一个球队，感觉到也在练球了。对。他刚来台湾的时候应该是脾气正冲的时候，所以对我们很凶。对，那他现在步入另一个阶段了，所以就觉得这些是我们自己该懂的，比较不会去管你。另一方面也是我们长大了，我们也长大了。没错那时候我们也是小屁孩，就是一个大学生来管一个高中生，对他来说，他不凶一点，跟我们太好也会变成可能反效果啦。对，他长大，我们也长大了，我们也比较懂事了，那可能就不需要再用以前的方式对我们了。对，大概是这样。学姐约会的，放大3至4楼那个楼梯那个砖墙上。对。是2015年15年，香港公开赛。他说我们高中，然后大学跟苏生他们一起。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高中那一批，我们配合器自己打球会比较放轻松，可是突然又有一批大学生加进来，我们会打得很，对，就很奇怪，因为我们也不认识他们，然后对，然后那时候集训个3、4次，那时候想说怎么认识这些人，这样就比较尴尬，默契上还没有到，就是没有磨合，对啊，还没有到，也没有真的去认识，对啊，也没有去跟学长他们聊天的时候。比较印象深刻是因为那时候可能是技术上应该也没有那么的好，然后可能就是有一些清场啊，或是传接球啊，可能就很容易掉球啊。然后那时候我们唯一一个战术就是跑，你拿到球你就不管，你不要传，你传球就会掉球，你就是跑。从我们的防守方就是跑到我们进攻方，就是真的跑果战术，唯一最成功的战术。对，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东西。啊，对，最重要的挨手，因为不会战术，不会传球，就只能单打，1打1过了就射门，就这样。对，球给我，然后开始拍头盔，梁伟啊，开始拍头盔，然后你就看，他秀，看表演。因为有比过赛了，那你就会想说，是不是哪里不够？因为你不会人永远不可能会满足嘛，那就会觉得说，我回来我应该要加强哪个部分，所以我觉得回来之后，我们其实目标又更明确了，更知道自己要往哪个地方去努力，所以我觉得回来的训练大家也比较有方向了，就不会像是很漫无目的的训练，我觉得是有一个方向的啦。
就是2016年，就是我们知道，有一个 U19的世界杯在加拿大，然后那时候我自己个人觉得，我们有这个资格去到这么大型的国际赛嘛？对，因为从14年到16年，其实我们才打了2年，然后就真的要去这么大，有胜算吗？还是去被虐的？对，已经打到后面的排名，然后其实实力就会越来越接近，对抗性就是基本上是50-50的比赛，谁努力就会谁赢，谁坚持下来就是谁赢。墨西哥在打小组赛这阶段的时候，那时候应该也是说这是有史以来打最久打7OT，而且那时候1节20分钟。对，打了2个多小时。在这个赛事里面，我觉得我们真的学到很多东西啊。对，就在那一次比赛，大家 OT 也是第一次，然后这种开球也是第一次，然后还有什么？赢球也是第一次。赢球也是第一次。对。对，然后被5秒进球也是第一次。就直到2018，就刚好要去戴冠球最高的殿堂，刚好在世界杯。大家是非常兴奋啊，这是梦寐以求的舞台。对，世界杯是一个有点像是成果发表的一个地方。在18年的前半段，我们的训练是真的是超密集，就是算合宿吧，大家都住在一起，然后做很多训练，也有做训练以外的团康。然后那一年大家的那个凝聚力很强，那时候大家真的是做什么大家都一起啊。所以从那个时候的转捩点，我就比较说像是球员自己本身会开始去拉自己的球员去学习更多他可能要学的事情了，对，就不会让球员落在那边了，对，不会有人落单了。对，就开始对输赢这件事情有责任感吧，责任感了，就不会觉得说输是一件很常面对的事情。应该是说已经感觉到我们能赢了，对，已经我们能赢，感觉到我们能不能再输了，对，因为每次出去都输就会有点丢脸，应该是有这种感觉，就觉得你再不做起来，可能永远就是只会垫底，就是这种感觉，会被人家看不起啊，我们不想要这样。所以那时候大家在训练啊，还有就是比赛上面的压力可能就比较不会那么大，就比较可以放得开去打了。赢球、进球就大家一起开心，然后输球就一起难过，一起检讨，怎么样会变好。第一场卢森堡赢下来，然后第2场对土耳其也是赢，对，我们就很开心，哇，可以在世界杯这个大舞台赢球。在那边能赢球是给自己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啦。那对协会来讲，他们也可以看得到这一批球员在发展的过程中，他们已经有打出就是他们自己该有的价值在那边了。我觉得我们在那个过程中，我们才找到我们自己的定位在哪。对，我觉得是我们这一批球员真的很注重自己的形象或者是表现，因为你要比别人更努力，你才可以一直站在同一个位置上。因为我们就第一批嘛，然后大家都是看我们打球，然后跟着我们一起打球，那我们不能做一个不好的榜样给他们看，所以那时候我们是很要求自己啦，就是真的是要求自己，教练也不用说什么，我们就会自己去做。对，身份认知啊，对，就是背负的代表队这3个字，就不是一般人，对。不用水，排球队他们也用，他们也会用，有手水的。哇！对枪。这么叫网？是叫围网？对啊。上面吗？他飞去参军。带棍球刚开始在台湾生根的时候，是没有想过会走到现在这个规模这么大，对，因为当时可能就是单纯觉得打球好玩，就这样。就是身为第一批球员，我们
的责任，我觉得就这2个字，就是坚持。因为没有坚持，我们也不会打到现在。不要那么容易放弃啊！就是不管在过程中可能是好的、不好的，就是你不能永远都只想好，也会一定有不好的。那我们就是靠坚持。那我觉得我们的责任就是继续坚持在从事相关的带棍球活动啊，对，就是继续让这个运动可以有就任何地方可以发展的情况去走，对，就是树立好榜样，就是让新的幼苗朝着这个目标去前进。对，在带棍球这10年，就是最大的收获，就是办最久的赛事来讲，就是校际联赛。我们是从球员到教练到工作人员都有参与过。我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就是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球员每一次的比赛的技术水平，还有他们的所有表现，回馈给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每一年都在进步，不会像我们一开始办的时候，就是还不知道这个运动怎么打就来参加这个比赛，而是大家都有一个基础了，然后才来去参加这个比赛，就是有一种循序渐进的感觉。对，这10年看下来啊，应该谢谢学校吧，因为毕竟有些学校真的从协会开始到现在也不长啊，对啊，或是家长啊，或是学生啊这些很支持我们带棍球，很支持协会，对啊，学校越多，就代表我们这10年来发展，有点像就是这10年的成绩啊，对啊，一开始可能就只有几间学校，然后现在可能高中有几所，国中有几所，甚至大学女生又出来了，这10年真的是很大的成就啊，对吧？那带棍球对我来说，其实不只是一项运动，我觉得更是我的第2人生。对，因为打球10年嘛，几乎占据了我人生的1/3。对啊，那其实要戒掉也是不可能的事。球员生涯结束的话，能做的可能就是继续帮忙发展，远大目标就是代表队教练。带棍球对我来说，它虽然只是一项运动，那可是它却是可以联系我们所有人之间感情的一个东西。对，本身认识到很多朋友，就像这边2位，我们就一起打球10年这么久，然后到现在还是在同一个队，变成说是真的就是很像你第2个家啦。这是我觉得的带棍球。简单来说，应该就是喜欢嘛，就是爱上了，对啊，就是爱上这项运动。毕竟也打了10年了，突然说要离开也很难呐。就算你真的离开了，你放不放得下也是一个问题啊。你毕竟还是一定会想回归的。我最想要感谢的，其实第一就是家人嘛，家人的支持，我才会有现在的这个阶段。然后再来是感谢协会的理事长杨妈妈。如果14年她没有来宫东推广，那我们其实就不会在这里。这2个是我最想要感谢的人。就是我想要对所有有在关注带棍球的大家，就是谢谢你们支持，也要跟我们未来的一些球员讲，或者是新一代的带棍球的人们，就是希望我们可以一起把带棍球这个领域一起壮大，让大家可以看得到我们台湾也有带棍球这项运动。对，我个人最感谢的应该就是这10年来陪伴着我的兄弟们吧，对啊，对，接受我这个火爆脾气也是不简单，特别感谢你们，对啊，那也谢谢协会的内部的人员，或是不管是行政啊、幕后啊，或是杨妈、威爸这些，对吧？
然后往后还要再辛苦一点，就是再多个10年、20年、30年，对啊，可能就再麻烦了。啊，这边还有个补充一个，就是陪伴我10年的兄弟们，2028回归吧。